奔三男子为何被老板嫌弃，也要频频换工作？那时候我就成为了我各行各业老板心中最讨厌的人。月薪微薄，却坚持抚养13只嗷嗷待哺的小猫。家里有小卖部就不怕，要不然其实压力挺大的。合格的铲屎官在猫屎盆边也要能吃得下饭。你看餐桌在这儿，然后猫砂盆在这儿，这不该吃饭吃挺香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家里养猫这都不算事儿。你们人类以为自己是人上人，其实都是猫咪的工具人。人类只是提供食物的工具人吗？猫咪根本不听你的。一起走进100万粉丝萌宠博主柿子君喵的家。喵喵喵！眼前这个被猫围绕的男子叫柿子君，表面看上去是个平平无奇的铲屎官，但他靠研究猫咪行为学、解读猫心，实现了创业致富小目标。特别是我发现，柿子君是我在大连理工大学的学长，还是我东北老乡，同是校友老乡，为啥差距这么大？大家好，我是柿子君喵。东北父母都希望子女找份安稳工作，但柿子君大学刚毕业就一心想要创业，原因是当时我舅舅因为他是创业的嘛，做生意的，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跟我说，就以后一定要创业，而且我也很庆幸就听他的了。但没有经验，柿子君第一次创业的结局是惨败。刚毕业创业干婚庆，在大连，因为我大连理工毕业的嘛，然后半年就开了一单，挣2000块钱，就挣2000块钱，活不下去呀。后来我舅舅就给我说，你要不工作去吧，快喝西北风了，一张飞机票给我支到北京去了，开始被迫北漂了。是谁拉屎了吗？好臭啊，小菊！哎呀，太臭了。因为我刚毕业的时候，我就进了互联网大厂，刚毕业，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，而且我那时候拿的是实习生工资，算上吃饭补助1500。我在北京整整大半年都是那么过来的，每月1500。我2013年那年春节还因为要加班，第一个没有回家的春节，在出租房里就吃了个火锅。因为家里首先条件就一般嘛，也不是什么特别富裕的家庭，在北京那个工资只能说糊口生存下去，别谈不上生活下去。北漂虽辛苦，但帮助柿子君打开了眼界。之后他加入了北京的一家 MCN 公司。我2015年在干自媒体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老板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嘛，他就非常懂 YouTube 那一套玩法，回来之后就干自媒体。我在公司我看到了很多做美妆的、做红酒的、做燕窝的，我发现他们做内容，然后做好了之后呢，再变现到电商，既服务了自己，然后同时又盈利了、赚钱了，这个商业模式很好啊，很顺呐。看准了目标就得行动，别人打工为赚钱，柿子君把打工当上学。他想通过换工作积累所有与视频相关的岗位经验。屏幕前的各位看到这里可能会疑惑，频繁换工作会影响升职加薪啊，柿子君不怕吗？但柿子君当时已下定决心创业，哪怕工资低，自己先卧薪尝胆，等熟门熟路后复制从视频到电商的这个模式。我换的工作数不过来吧，大大小小都算上7、8份工作，有时候一年换2份。一开始的时候，刚毕业那头2年面试的时候，老板还挺喜欢我的。后来老板就发现这个人的简历怎么跳槽这么多，那时候我就成为了各行各业老板心中最讨厌的人。饱了，开玩笑。你看这会儿多瘦，这叫下颌线是吧？我现在圆了，由此也可见我那时候工资有多低，吃不饱。当时啊，打工确实不怎么赚钱，包括我自己家庭嘛，也不是特别富裕的那种家庭，真的就是那种人到中年了，也因为马上30岁了嘛，没结婚，也没有房，也没有车，然后在北京那个城市怎么办呢？在哪落脚啊？做编导特别累，没有早晚，不分早晚，然后各种的加班出差，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也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还不如就索性搏一把。过来，刚才。这个是在杭州大马路中间捡的，这个是朋友那个家里猫咪过敏送我们的，这个是搁北京冬天汽车引擎盖里捡的，估计引擎盖里暖和，搁里睡觉呢。这个是粉丝家里猫生了一窝送我们了，还有2只，一个小黑猫，一个梨花，也都是在草丛里、花园里捡的。好多人说哈，一旦你养猫之后，你会越来越有吸猫体质，走到哪儿你都能遇着猫。其实这个是有这个行为依据的，就是有时候你家里养猫，你身上是有猫味儿的嘛。你在野外呀遇到猫什么的，猫咪会闻到这个同类的味道，就会对你很好奇，就会靠近。因为我学的是广播电视新闻嘛，其实也算我的专业之内的，但只不过做猫咪算是超纲了。当时是做别的都不火，做过微电影，做过搞笑呀，做过美食啊，包括一些猎奇啊什么的都不火嘛。
只能靠猫火了。我当时的偶像是 Jackson Galaxy， 就是美国那个管教恶猫那主持人。就我的科普内容是解决猫咪行为问题，而吃喝拉撒其实跟行为问题是息息相关的。而行为问题的解决不能靠说教，它不是人，不是小孩啊，你别这么做，猫咪根本不听你的，而是通过行为引导。而行为引导一定是需要工具的，抓人咬人你会需要猫抓板、猫玩具。乱拉乱尿，你要通过猫砂盆和猫砂去调教，包括猫咪胖了瘦了，你也得通过猫罐头、猫粮去改善。这是给猫解压的猫咪电视，它们没事了无聊了就会搁这蹲着看虾。很多猫不是喜欢趴窗户看鸟吗？一个道理。那猫有啥压力啊？感觉它天天睡得挺好的。它压力大了去了，很多人强行抱猫，家里猫多，然后没有这个垂直空间，就导致猫咪地盘分配不均。然后有的人家里来新猫了不隔离，导致老猫憋了一肚子气，没处发火。靠送猫咪科普，狮子君逐渐积累了人气，陆陆续续有广告商来谈合作。广告的话，我是想得很透彻，我可以说至今没接过广告。它至少对于我来说是短期的。是眼前的利益，我觉得我这个形象啊，包括气质啊，不是那种能红一辈子的。我当时就想，那其实电商是一个很持久的事情，而且电商它是拼的服务，包括产品品质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远的事情，我能干10年，甚至能干一辈子的事情。刚开淘宝店的第1个月，我们的销售额是7.2万，对于我们的利润来说还是负数。第2个月是16万，然后第3个月大概40多万嘛。18年的一年最多招了10个人，就导致我们18年挣那点利润全都发工资了。店铺发展快，招人需要增加固定成本，不招人面临店铺管理压力。就在这个档口，狮子君结识了他的电商合伙人。我们其实在头半年是自己做的，10月份的时候，马上迎接18年双11的时候，其实是面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货压力，包括仓储物流的压力的。2019年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00多万啊，全年的销售额。然后20年的销售额是超过了1个亿，还是挺惊讶的。那你在这个过程中，就家人会支持你吗？因为就是很多父母那辈，他们会觉得在大厂工作挺好的，说出去很有面子啊。对，我刚开始创业做猫咪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撒了个谎，我就说我拍猫片可赚钱了，因为我买设备嘛，拍猫片得有设备啊，其实便宜也得个8000、1万的，带上镜头什么的，再加上电脑的剪辑设备。我从家里拿了2万块钱啊，我说我拍猫片可赚钱了，1个月好几千呢，网站就给我钱。他们对猫狗对狗老觉得是看家护院的，对猫老觉得是抓老鼠的工具，老觉得是孩子在不务正业。除非他真正看他赚到钱那一天那好，直播间每周1、3、5中午12点到2点直播2个小时，因为我们一次直播一般产品都会在少说也得20-30个、30-40个嘛，所以对产品可能我们得对个3-4个小时吧。有了稳定的电商生意收入，我以为狮子君现在过得很潇洒，没想到他说每天大半天琢磨内容，大半天分析选品，很少休息。有钱后的生活竟然如此朴实无华且枯燥。休息日就是哪天不忙了就哪天休息呗，日常就是在家更内容，来店里直播弄产品。就非常简单的2点一线。其实我已经习惯了这种，就是从早到晚就反正就一直干活呗。但我想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，就估计所有的可能淘宝卖家、创业者应该都是这么过来的。就你有休息时间吗？非常规律的吃饭时间吗？你说辛苦吗？也辛苦。一说这话，就好多人就说，那你辛苦你别赚钱，也确实啊，养家糊口的，对吧？其实还好。无论是内容创作还是产品迭代，创业者要始终走在前面，就不得不自我驱动，不断学习。所幸时代还是给了很多勇于尝试的年轻人白手起家的机会。祝福每个默默努力的年轻人都能永葆初心，不被辜负。我也是看到了，就猫能吃鳄鱼肉，然后我专门去网上买那种人工养殖的，新鲜的，然后回家自己水煮给猫吃，大部分都让我吃了，直接加酱油、加糖、加一红烧葱姜蒜一红烧，变成我吃的了，好吃，有点像炖肘子。